10种身边植物冷知识。1. 菟丝子。这个纤细如发丝的金黄植物，它就是菟丝子。我们在这里发现一片，它是1年生的寄生缠绕草本，常常像一张网铺天盖地，缠绕在许多野生植物身上，让寄主植物枯黄矮小，甚至大面积死亡。它还特别喜欢缠绕在豆科植物上，所以它还有一个形象的别名叫豆年王，就是被它缠的豆科植物都要去见阎王了。它隶属于旋花科菟丝子属。这个植物无根无叶，它就是靠吸取寄主的营养，所以被它缠绕上好像被一个吸血鬼缠上一样。但是就是这样一个植物，它却是史上最温和的平补药。菟丝子药用历史非常悠久，最早记载于《神农本草经》，并被列为上品。它具有补益肝肾、固精缩尿、安胎明目、止泻5重功效，并且补而不峻，温而不燥，既能补阳又能益阴。国医大师朱良春教授用它和山茱萸等配伍，平补阴阳。清代陈士铎更是称它为其治病有不可思议之奇。像这样一种不起眼的植物，却有那么大的作用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有时候我想，可能是因为它的生活方式，它是一种寄生的植物，寄生的方式积蓄了它独特的力量吧。2. 钞票树。朋友们，这是一棵钞票树。为什么叫这个名字？因为它的树皮纤维，部分国家用它来制造钞票，像我们国家的人民币用构树树皮，还有结香树皮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宝藏树构树。它是桑科构属的落叶乔木，高可达10余米。构树有一个别名叫奶树，你砍它一刀，它就流牛奶。其实像桑科的植物很多也有这种特性，比如说碧丽、无花果、五指毛桃、牛奶根这些。构树的叶子长得比较奇特，有的卵圆形，有些却分裂成3个甚至5个小指头，参差不齐，长在同一棵枝条上。这个现象叫异形叶性，在植物学界里也算一个稀罕事。有人发现构树同一株上可以出现9种不同叶形，从全圆无裂到1至8裂全覆盖。像五指毛桃幼株的时候，它一指年轻的时候它没有分裂，而像这个构树它是反着来，它是年轻的时候它就分裂的比较多，等它长大了老了，叶子反而不那么分裂了，有一种女大18变的感觉，就好像小时候长得歪歪扭扭，长大了叶子比较规整了。构树是雌雄异株，雄树它的花毛毛虫一样的，可以蘸一点面粉油炸着吃，而它的雌树结了个红果，远远看去像红宝石占据的绒线球，甜度可达13度，和西瓜差不多，味甜如蜜。不过要提醒一句，构树果虽然无毒，但是它在户外是飞鸟蚂蚁的第一享用人。我们吃的时候最好在清水里把附着的飞尘虫蚁漂洗干净，尝个鲜没有问题。如果有的体质特殊的话，最好不要贪多。构树的皮富含韧皮纤维，柔韧性和强度都顶尖，在中国古代就是造纸的 C 位担当。唐宋时期曾用它造胶纸，明代用它制宣纸，而现代一些国家仍在用它的纤维造钞票。这也是我们视频开头它一个很酷的外号——钞票树的来源。它的叶子也是很好的猪饲料，蛋白质高达20%到30%，像猪牛都很多很喜欢吃。构树的全株都可以入药，它的叶、茎、根、皮，甚至它的乳液。古书记载，它外用可治皮肤病、解蛇毒，内服能利尿消肿、祛风湿。而它白色的粘稠树枝，老一辈人会拿它来外用对付神经性皮炎或癣症。虽然全身都是宝，虽然可以造钞票，但是在很多农民伯伯眼中，
它是一个土匪，因为它旺盛的生命力，甚至把本土植物都挤得叫苦不迭。有的家里的这个水泥瓶，它甚至都从底下一供出来，把这个瓶都搞烂了。所以一个植物不同角度去看，它是有不同的属性。就像我们人类在地球上，有时候站在生态的角度，可能人太厉害了，是土匪。3. 桃树。这个是桃树，大家都吃过桃子吧？其实桃树上藏着4味药：花养颜、人发瘀、标滋补、叶止痒。桃花春日养颜的温柔良方。桃花味苦性平，归心肝大肠经，能活血化瘀，利水通便。据说太平公主持久外用的桃花面膜，堪称古法美颜磨皮。现代医学证明，桃花富含的植物蛋白与游离氨基酸能有效改善血液循环，抑制黑色素沉积，所以桃花是很好的美颜良方，令人好颜色。桃仁，跌打损伤的活血良药。金匮要略里面有一个桃红四物汤，桃仁就是核心药物。桃仁味苦甘平，归心肝大肠经，活血去瘀是它的拿手功能，被用于治疗痛经、闭经、产后瘀痛、跌打损伤等一切瘀滞有关的病后。桃胶，桃树的眼泪，我们人吃了越吃越水灵。桃胶是桃树干上自然分泌的粘稠树脂，琥珀色，半透明，遇水则柔，煮后晶莹 Q 弹。古人称它为桃树油，认为是桃木的精华凝结。现代研究证实，桃胶主要由多糖组成，富含半乳糖、鼠李糖等，能促进肠道蠕动。它口感温润，入甜根清浅甘柔，凝在唇齿间，有一缕说不清道不明的夏日宁静。桃胶常和银耳搭配，成为很多女性的美颜标配。桃树叶是止痒的好药，可以解决很多皮肤困扰。我们采它用来煮水、泡澡啊、洗饭处，它具有祛风清热、燥湿解毒、杀虫止痒的功效。像夏天起痱子，还有湿热引起的湿疹，或者令人心烦的日光性皮炎，桃树叶水都能帮助我们收敛水泡、干燥创面、缓解灼热。4. 白花蛇舌草。这是一种性比较平和，但是功效卓著的小草。它的叶子是不是像那个蛇吐信一样？它开白色的小花，所以叫白花蛇舌草。刚刚我们拔出来，这个是它底下的根，这个是去年它的藤，上面有很多这个果了，这个是今年新发出来的，它秋天就结这个果，小小的圆圆的。茎是4棱形，它喜欢长在潮湿的田埂、水沟边，分布很广，是大自然赐给大家的消防队员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虽然我们现代人跟古人相比，生活方式改变了，但是湿和热还是困扰我们的问题啊。白花蛇舌草味苦甘，性寒，归心肝脾经，对于因湿热引起的咽喉肿痛、肠痈以及各种疔疮肿毒都有很好的配伍应用。所谓肠痈，就是阑尾炎初期，老百姓最简单的用法，夏天取干品30克，如果是鲜品就加倍，用来煮水代茶饮，可以预防中暑和治疗热淋。所谓热淋，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小便有点涩痛。白花蛇舌草虽然是个宝，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。像脾胃虚寒或者久不愈合的寒性疮痈这样的体质啊，需要忌服。孕妇更是要慎之又慎。5. 臭牡丹。说到桃树叶可以止痒，我身后这个植物其实也是止痒的一把好手，这个叫臭牡丹。我们走近它一闻，就是一股臭味。如果把它的叶子搓碎，那个味道更浓郁。它是唇形科大青属的植物，它的花长得很有特点，伞房状聚伞花序，由数十朵小花紧密转成一个大花球，花冠淡红色
或者淡紫色、紫红色，也有白色的。果实初为绿色，成熟后渐渐变为深邃的蓝黑色。臭牡丹是一味有头有脸的中药材，味辛微苦，性平，归心肝脾经，及解毒消肿、祛风止痛、平肝降压如一身。鲜叶捣烂外敷，可迅速消肿解毒。皮肤湿疹可以煎水熏洗。臭牡丹也有一个非常好养的名声，它耐旱耐寒，喜光又耐半阴，对土壤要求低，在荒地上也能扎根开发。据说臭牡丹还是大诗人杜甫认证过的好药。有一个这样的故事：唐乾元2年，杜甫在凤凰台下飞龙峡口搭了一个茅草屋住，他经常上山采药卖钱养家糊口。听说村里一位老者颈部长了痈疽，无钱医治，而且越来越严重。杜甫就采了一些臭牡丹的叶子，把它焙干研磨以后，和蜂蜜调人给这个老者敷，结果很快就好了。所以杜甫就感叹此诚圣药也。这个故事不知道是不是真实发生的，这是来源于地方的一些记载，不管是不是，当然也侧面印证了臭牡丹自古以来就是为老百姓所使用的一味药材。6. 铁扫帚。大家看，这个叫结叶铁扫帚，豆科胡栀子属的植物，它长得非常有特点，叶片十分密集，每片复叶都是由3枚小叶组成，叶柄极短，看起来像一个精巧的小铁锹，收贴在茎枝上。最特别的是，每片小叶的顶端不是普通的尖或圆，而是近乎平结，带一个小刺尖。它还有一个迷人的别名叶关门，就是它的花到了入叶之后就会闭合起来。为什么叫铁扫帚呢？就是以前的时候人们采它用来做扫把，发现它这个枝条像铁一样比较耐用，它也是一味很好的药材，传草入药，具有清热利湿、消湿除疾、祛痰止渴的功效。像民间有的把它和蛇莓加在一起，用于带状疱疹。比如说我们采鲜的结叶铁扫帚，加一点鲜的蛇莓，捣烂除汁，加一点麻油调和，再敷患处。现代医学研究也发现，结叶铁扫帚对于降血糖、促进胃肠动力、止咳平转、改善肺功能、保护男性生殖健康等多方面均有良好的潜力。所以给我感觉，这样小小的植物长在野外，好像比较低调的样子，但我们也可以说，它确实是植物界的扫地僧。7. 金鸡菊。大家看，这个是金鸡菊，菊科金鸡菊属的植物。为什么叫金鸡菊？因为它的花朵单生于枝头，亭亭玉立，金黄色，掩映在这个绿叶丛中，仿佛金鸡独立。它的花朵呈明亮的金黄色，花瓣边缘有明显的齿状裂口，看起来像一个小小的齿轮。金鸡菊有不同的品种，有一个两色金鸡菊，产自昆仑那边，也叫昆仑雪菊。每年8、9月间的昆仑山海拔1000米以上的雪线地带，维吾尔族药农会背着背篓，把一朵朵小小的金鸡菊采下来，晾干以后，变成了中国茶客们追捧多年的养生佳品昆仑雪菊。它的花朵外面是黄色，中间有一点那种褐色样的，所以叫两色金鸡菊。金鸡菊是一种具有两面性的植物，它既是园林的宠儿，也是生态的杀手。园林宠儿，它的花期很长，又长得很漂亮，所以经常种在公园里面。生态杀手就是它的繁殖力很强，生长金鸡菊的地方对其他的植物群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。金鸡菊原产于北美，大花金鸡菊、剑叶金鸡菊都被列为了外来入侵物种了。所以别看它外表美丽，其实是一个美丽的杀手。8. 淡竹叶。这个是淡竹叶，是民间很有名的凉茶植物。它现在长得很低矮，
因为它是禾本科多年生的草本，每年冬天的时候就枯萎了。今年这个春天长出了新苗，叶子是不是像小竹子？把它挖出来，地底下也有类似麦冬那样的小棒槌，有的也叫它竹叶麦冬，但是它跟麦冬的功效是不同的。麦冬擅长的是养阴生津、润肺清心，主要补我们的津液不足；而淡竹叶主清热除烦、利尿通淋，它是清实火的。但是两者可以配伍使用，加在一起可以清心除烦、养阴生津，并且泻热而不伤阴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淡竹叶性寒、脾胃虚寒或者容易腹泻的朋友不建议多用。夏天的时候，很多老百姓采它煮凉茶解暑，不知道你们喝过没有？9. 野魔芋。大家看，这个是野魔芋，这个是长叶子的野魔芋。有时候我们在山上还能看到开花结果的野魔芋。为什么它们会有这区别？是不是分公母？其实不是的，野魔芋它是雌雄同株，它的肉穗发序同时长了雄花和雌花，但是它也是很聪明的，为了不近亲繁殖啊，它会错开开花，花序上面一圈是雄花，底下一圈是雌花，往往雌花先开1-2天，雄花才会开。雌花开了以后，昆虫来授粉，它就已经授过粉了嘛，所以那时候雄花再开了，它就不会造成近亲繁殖。那为什么有的长叶子，有的开花结果呢？其实这是它的一种神奇的现象。长叶子的那一年它不会开花，开花的那一年它不会长叶子。像我们看到这个舌头一样的花啊，那就是它明明在开，在想着传宗接代。而像这样一棵小树一样长叶子啊，其实这是它在吃饭长身体，身体好才能传宗接代嘛。野魔芋传株有毒，它是天南星科的植物嘛。这边尧医也叫它天南星，因为它们不像植物学那样分类的，它们是以这个作用用途来分。像野魔芋底下也有一颗心样的，它的功效也跟天南星差不多，它们用来比如说敷无名肿毒。像我们做菜吃的芋头也是天南星科的植物，芋头如果我们生吃也是有毒的。小时候有的小朋友在山上玩，挖出来这个野魔芋，也以为是可以吃的，其实吃了以后很难受的，有点锁喉的感觉。所以大家千万要小心，特别是家里有小朋友的要注意，在野外有的东西不要胡乱去吃。10. 四叶参。路边这种藤，你一扯断它，喷来了。它的叶子永远搓不成麻酱，但它的奶水比谁都多。老一辈说断奶不方，挖根来帮，说的就是它。四叶参，四叶参学名太长，我没办法背，但是大家记住它的俗名就可以。山海螺、通乳草、乃参等这些俗名，并不是江湖术士的瞎编乱造，而是老百姓实用的口诀。它是党参的远方亲戚，桔梗科党参属的植物，喜欢长在山沟沟、灌木丛下面，茎细长带籽，能爬2米多高。但最神奇的是它的根，你看，这是我们挖出来它的根，疙疙瘩瘩，长得真丑。但当地老人看到它，眼睛会发光。为什么？你一碰它，传出冒白浆，像喷奶一样。这不是吓人，这是它的自愈系统。根一受伤，白浆立即封住伤口，然后拼命再生。动物比我们还懂，山里野兔啃了它，照样长得活蹦乱跳。而人类早就把它写进了泰山4大名药。四叶参在泰山也叫泰山参，和黄金、何首乌、紫草并称为泰山4大宝。山东药物志里有一句狠话，在某些症上，它的药效被认为比长白山人参加10倍。咱们不去吹牛，四叶参确实有几把刷子，补虚通乳、解毒排脓。民间常用它是2件事：第一，产后没有乳水；第二，体虚头晕。产后缺奶，取四叶参干品30克，猪蹄1只，生姜几片，文火炖45分钟，汤白白的滑滑的，喝下去回甘。老一辈甚至说这个比喝10碗鲫鱼汤
还管用。体虚头人浑身没劲时，用四叶参60克煮水，滤掉渣，打2个鸡蛋进去，煮成蛋花汤，喝完躺一会，人起来就轻快了。这些方子不是我编的，而是山里老人的口传心授，分享给大家。以上说的是一些老经验。2025年，东京一个科研团队从四叶参里面分离出了27种化合物，其中有的对抗肿瘤方面也是非常有潜力。四叶参既能当药，其实也能当菜。像连南这边瑶族，有的会种在菜园里面，春天掐它的这个嫩尖可以炒食，也是非常美味的一种野菜。嫩叶焯水过凉，可以蘸酱吃，也可以炒肉丝，甚至包饺子啊。它的味道吃起来有点清甜，还有点奶香味，别有一番风味。刚刚在嫩叶的时候路过的一个当地大哥，还分享了他的做法。他刚刚从那个冒出芽的时候，没多长的时候，那个嫩芽用了煎鸡蛋，很香的，有点奶香味啊。对。它地下的参，我们也可以拿来煲汤，煲猪骨、排骨、鸡汤啊，可以放一点红枣，汤色奶白，喝起来美美的。也可以把它拍碎以后炒着吃，放一点豆豉啊，也是很美味的。四叶参虽然无毒，但是大家也要注意：第一，如果你正在吃中药藜芦的，要禁止吃；第二，吃的时候也要适量，干品一般就是15到30克啊，鲜品可以多一些。好东西不是说吃的越多越好，而是适量。有时候吃得太猛，反而过了。药材讲究纠偏，把不平衡的纠正过来就可以了。如果纠正的太多啊，那就过了。另外，如果大家遇到问题，还是要咨询专业的医生。像我们给大家科普这个草药，带大家认识植物，传播一下我们传统的中医文化。我也不是大夫，所以大家遇到问题还是找专业的医生比较好。不要自己盲目的去使用一些东西，以免造成一些问题嘛。四叶参这个植物，它不娇贵，不喜欢生长在花园里面，喜欢生长在荒野坡沟。它的4片叶子虽然凑不成麻将，但从历史长河一路下来，解决了很多娃娃的奶水问题，也帮助了很多体虚的老人。如果在野外遇到它，可以蹲下来看看它4片叶，摸摸它流白浆的藤，你会发现大自然给我们人类的温柔常常藏在不起眼的一些地方。我是李文革，在广东连南山里面带大家慢慢认一些野生的植物，喜欢的可以点个关注，